瑞士是著名的中立国，连二战被轴心国和同盟国完全围在了欧洲的中央，也保持了中立。我以前会觉得这挺好的，只要宣布个中立就能够避免战争。可事实证明那是太傻太天真了。瑞士的中立，或者说是所有的中立，都是靠肌肉给换回来的。有一个关于瑞士的传说是这么讲的一战前夕，德皇威廉二世访问瑞士，他被安排观摩了一场瑞士军队的演习，然后还被告知呢，像这么优秀的军人，咱们可是有50万的后备啊！德皇一听，哟吼，50万不少啊！但我也不能怂于是就不无威胁地问道：“那我如果派100万人来进攻瑞士，你们的这些后备军人会怎么做呢？”瑞士将军很淡定地回答道：“他们会开2枪，然后回家。”可不是吗？50万乘以2就是直接把你派过来的100万人给放倒了。瑞士将军的回答呢，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吹牛因为按照德国的标准，有超过1半的瑞士人都可以算作是神枪手，而瑞士也的确就是人均神枪手最多的国家了。实际在历史上呢，瑞士人从来就是骁勇善战的，甚至还常常被其他的欧洲国家雇佣来为他们打仗呢。所以中立可并不是把2手一摊这么简单。再说回二战瑞士人呢其实是用了3招特别瑞士的方式才保持了中立的。第一招叫做埋炸弹。我不是说好要中立吗？那我不往外扔炸弹，往自己家里面扔炸弹，总没问题吧？万一你德国和意大利不尊重我们的约定，要越线进来的话，我至少可以让你们进来的痛苦一点，也缓慢一点嘛。在分析了自己与外界所有的交界点之后呢，他们把一切可能被用来入侵的通道全都埋上了炸弹。不管是道路、桥梁、隧道还是山口，做好准备，一旦发现有别的国家的军队踏入呢，就按下按钮，切断这些通道，阻断他们入侵的步伐，为自己退入山区争取时间。瑞士人在这方面做的有多彻底呢？你看这些道路中央的正方形盖板，他们就是安装炸药的校门了。这座桥连接瑞士和德国，建于2006年，由2国共同铺设。但在另一边施工的德国人绝对想不到当大桥合拢通车时，瑞士那边已经在里面装满了炸药了，真的很瑞士，有没有？再看第二招既然要退，那就要有退的地方嘛。瑞士有大片的山区，而瑞士人又恰恰特别善于钻洞，两者一结合呢，就是阿尔卑斯山区数不清的堡垒、掩体和隧道了。而且里面物资充足，功能齐全，武装到位，一旦战争开始就可以马上投入使用了。这个看起来应该是个谷仓吧？但其实呢，它是一个堡垒，里面是隐藏了炸药补给和一帮随时准备战斗的人。这样的伪装在瑞士山区随处可见，谁吃了豹子胆敢不自量力的往里面闯呢？好。最后来看第3招既然中立了，那咱就跟大家愉快的做生意呗。管它是同盟国还是轴心国，管它是火炮还是黄金只要有钱就挣嘛。实际上这正是瑞士被诟病最多的地方了，因为它不仅通过贸易为希特勒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还凭借自己中立国的身份帮助他们储存了大量从侵占地搜刮过来的金银财宝和艺术品，十足的发了一笔难看的战争财当然，站在瑞士人的角度呢，这件事还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只不过是做了他们认为最能够避免战争所必须要做的事情而已，能有什么错呢？于是他们保持了中立，不是通过握手握来的中立，而是用威胁和防御换来的中立。正如那句谚语说的，为了保持和平，你必须要拥有大炮。